关于2020年发生的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迄今为止已经披露了很多相关消息。近日，一名印度记者发布了当年照片，将关注视线再一次拉回到这一边境冲突事件上来。根据这名印度记者发布的照片显示，在2020年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冲突前夕，印度陆军边境上集结了大量精锐部队，包括边防军、山地步兵以及装甲部队等诸多兵种，其中就包含了号称印度陆军精锐骨干的第254雪豹装甲旅。该旅采用清一色俄制装备，包含有 T90S 主战坦克和 BMP-2 步兵战车，这在印度陆军中属于是现役最好的装甲车辆了。此次印度记者披露的就是当年照片拍摄的内容。第254装甲旅被部署在中印边境的印方一侧接触线上，俨然一副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发起进攻的样子。事实也是如此。根据已知开源消息，我们可以确切的说，20年中印边境的加勒万河谷冲突就是印度方面蓄谋已久、主动发起的军事行动。印度内部甚至已经为该行动制定代号，定名为雪豹行动。具体计划就是在第一阶段组织精干轻步兵部队，使用冷兵器，配备防具与盾牌护身，向驻守加勒万河谷一线的解放军部队发起突袭，用人多打人少的方式妄图击败解放军，将中印边境实控线向中国一侧纵深推进，进而造成印度蚕食中国领土成功的既定事实。第二阶段则是由后方待命的印度陆军主力，包括刚才提到的254装甲旅等印军精锐集群，在偷袭印军得手后迅速跟进，趁机扩大战果，在被印军蚕食并形成占领既定事实的中国领土上扎稳脚跟，巩固防御，做好迎接解放军反攻准备。整个计划看下来，只能说印度人的如意算盘啪啪响，想的确实好，但实际打起来又是另一件事。作为奇袭精锐打头阵的第一波印军首先出师不利，由印度陆军上校桑托什巴布带领的印度步兵部队在加勒万河谷方向主动发起偷袭，且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仍旧没打过解放军遭到我军边防部队的迎头痛击，未能寸进半步。待到解放军后续增援部队火速赶到，偷袭失败的印军彻底翻车，冷兵器混战中被我军打得大败而归，做鸟兽散。领头的桑托什巴布上校因头部遭冷兵器重击受到重伤，后经印军紧急空运送医抢救，无效宣告身亡。另有数名印军中校少校被我军生擒活捉，就地当了俘虏。也是因为带头的桑托什巴布上校第一时间被打翻，失去了对部队指挥能力，乱作一团的印军偷袭部队在混战中遭受了巨大伤亡，被击毙的印军士兵顺着加勒万河谷漂流而下，浮尸河滩。在冲突现场，当时就有大批印军士兵崩溃跪地，选择举手投降。另有窜逃的印度士兵因为有伤在身，持续流血，加之天黑之后看不清路，气温骤降等原因，在与解放军脱离接触后，溃路上倒闭多人。值得吐槽的是印军的救人效率，直到第二天一早，印军的搜救部队才沿着前一天偷袭道路赶到，但此时已经救不了多少印度伤兵了。按照印度消息人士的说法，有多达2位数的印军伤兵倒闭在溃逃路上。事后尸检原因无外乎是失血过多、落水失温以及天黑看不清路，失足摔下悬崖摔死。其中大部分印军原本是有机会活下来的，但因为印军糟糕的组织能力和救援速度，这些印军士兵最终难逃一死。刚才本虎跟大家提到了，从印军整体计划来看，这次失败的加勒万河谷突袭仅仅是印军计划的第一步，但也是因为第一阶段的偷袭不成，损失惨重，吃了败仗，直接导致第二阶段扩大战果、巩固侵占中国领土的既定事实计划落空。在解放军遇袭后，第一时间高度戒备，支援现场并将印军偷袭部队击溃的增援部队反应速度也是快的超出印军预期。此时如果印军强行执行第二阶段计划，那不但讨不到任何好处，而且失去了突袭的突然性，还会为已经完全反应过来且高度戒备的解放军迎头痛击。偷袭都打不过，就更别提正面应对了。自知实力不济的印军也就此偃旗息鼓，只得作罢。也正因如此，我们在事后看到的印军记者拍摄的照片里，摆出进攻阵势的印军精锐第254装甲旅，除了摆阔以外，也就再无任何实际动作。偷袭失败使得254装甲旅连出动的必要都没有，哪来的回哪去，老老实实打包回家即可。能让印度人知难而退的，可不只是我军在加勒万河谷表现出的高超战力。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前，我军西部战区某重型合成旅就已经开赴雪域高原，携 99A 主战坦克与 04A 步战车进驻祖国边疆，且受央视公开披露报道。对面印度人当然也看得懂，这是公开威慑。印度陆军号称精锐的 T90S 要是拿来跟我军的 99A 对线，那除了碰瓷儿，也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形容了。
局部战力加综合实力双重演示，最终让印度放弃进一步扩大冲突的打算。同时，我们也能借此看出一个道理：对于那些蛮横不讲理、只认拳头大的对手，适当展示实力是很有必要的。